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全球通胀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已经让人喘不过气，那请你想象这样一个画面：如果掌控全球 25% 贸易生命线的马六甲海峡，明天突然宣布对所有过往商船收取高额过路费，你的生活开销会飙升多少倍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印尼此前曾短暂提出海峡收费的相关设想，很快又对外澄清收回。这一反复的背后，是沿岸国家内部利益诉求与现实约束的矛盾。作为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核心航道，马六甲海峡始终是全球海洋贸易与地缘政治角逐的关键节点。这条全长约1080公里的海峡，承载着全球近1/3的海上贸易货运量，以及全球超半数的原油运输航线，是东亚各国能源进口与商品出口的必经之路。每年有超过10万艘巨轮穿梭于此，全球 60% 以上的海上石油运输都要看它的脸色。最近，沿岸国家关于马六甲收费的试探声再次在国际社会响起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东南亚国家在抱怨环境污染和高昂的航道维护成本，但作为身处新加坡的观察者，扒开这层外衣，你会发现这是一场精准踩在大国大动脉上的地缘政治阳谋。马六甲海峡收费论背后，到底藏着东南亚国家怎样深不可测的战略筹码？要想看懂这场博弈，我们必须先弄清一个反常识的法律现实。为什么一条明明在别人家门口的海峡，谁都可以免费进出？答案在于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。从国际法层面来看，马六甲海峡收取通航费用本身并不具备合法实施的基础。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，马六甲海峡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，这意味着无论你是美国的核动力航母，还是满载中国制造的集装箱船，只要你不惹事，就可以无害且免费的通过。沿岸国家不得对过境通行的船舶收取通行费用，也不能随意阻碍、限制正常的航运通行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作为马六甲海峡的沿岸3国，共同享有海峡的主权与管辖权，但这种管辖权始终被限定在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之内，核心职责是维护航道安全，清理航道障碍物，保障航运秩序，而非通过设卡收费获取经济利益。任何单方面提出的收费提议都直接违背国际海洋通行规则，也会打破长期形成的全球海洋航运秩序，必然会遭到全球主要贸易国家的一致反对。印尼连1毛钱的过路费都收不到，每年10万艘巨轮带来的航道拥挤、海底电缆损坏风险，甚至是动辄数百万美元的原油泄漏清理费，全压在了沿岸国家的纳税人身上。为了保障航行安全，还必须投入大量军警力量去防范海盗和恐怖袭击。凭什么大国赚取了每年数万亿美元的贸易红利，而留给印尼的只有废气、垃圾、高昂的维护账单和安全风险？正是这种极度不对等的权责关系，构成了沿岸国不断抛出收费议题的现实土壤。他们很清楚，直接推翻国际法是不可能的，但把收费作为一种试探底线的工具，却能极其有效地敲打那些极度依赖这条水道的超级大国。如果你真的以为印尼是在乎那点过路费，那你就太小看他们的战略眼光了。在国际政治的牌桌上，叫嚣收费从来都不是为了真的拿到现金，而是为了逼迫大国在其他领域做出实质性的让步。我们来看看牌桌上的3个超级玩家。玩家 A 是中国，面临着著名的马六甲困境。中国全国 60% 以上的进口石油必须从这里穿过，一旦航道被掐断，工业和经济后果不堪设想。玩家 B 是日本，这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， 90% 的能源依赖这条生命线。马六甲一旦波动，日本的通胀就会直接失控。玩家 C 是美国，虽然它不靠马六甲运石油，但美军第7舰队的全球机动必须保证对这条海峡的绝对通行权和隐性控制力，
这是维持其印太霸权的核心前提。既然国际法不让我明着收过路费，那好，我们换个玩法。航道不安全，对吧？海盗猖獗，对吧？既然大家都不想出事，那大国是不是得意思意思，交点保护费？于是日本乖乖掏钱设立了马六甲海峡理事会，出资帮忙维护灯塔和导航设施。中国带着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去帮马来西亚修筑东海岸铁路和关丹港，用基建投资来绑定利益。美国则不断向印尼和马来西亚援助巡逻艇、雷达系统，甚至加强联合军演。看懂了吗？所谓的收费论，本质上就是东南亚国家捏着大国软肋的一场集体施压。我不拦你的船，但你必须把产业链、基建资金和安全援助留在我的国家。这才是弱国在强权夹缝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顶级生存哲学，也是地缘政治中最隐秘的利益交换。大国当然不可能永远甘心被捏着软肋，既然马六甲海峡充满了不可控的政治风险，那大国的应对逻辑极其简单粗暴，那就是砸钱、造备胎。开凿运河不仅需要至少300亿美元的惊人成本，更致命的是，它会把泰国南部在物理上彻底割裂，极大地激化当地本就存在的地缘矛盾和分离主义倾向，引发严重的国家分裂危机。没有任何一届泰国政府敢冒这个政治风险，但不要以为大国就此作罢。泰国现在正在大力推销的是降级版的现实方案，耗资约300亿美元的路桥计划。方案是在半岛最窄处的西海岸和东海岸各建一个深水港，中间用高速铁路和输油管道连接，商船不用再绕行马六甲，直接在西岸卸货，通过铁路运到东岸再装船，航程可以缩短至少4天。虽然这种海陆海的转运成本很高，但在大国的战略沙盘里，它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选项。在极端情况下，我们有路可走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早就布下了更大的局，从直通云南的中缅油气管道，到直达新疆的中巴经济走廊，再到正在全速推进的泛亚铁路网。大国破局的底层逻辑是，我无法改变马六甲的地理位置，但我可以通过陆权基建的狂飙，硬生生地改变全球物流的拓扑结构，把海权劣势转化为陆权优势。当越来越多的备用通道落地时，马六甲海峡的地缘溢价必将面临历史性的重估，而沿岸国家手中的筹码也会随之贬值。看透了马六甲海峡背后的这盘大棋，你就会明白，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，所有的价格标签背后都暗中标好了地缘政治的筹码。马六甲的收费试探，大国的基建对冲，这些看似遥远的国际新闻，最终都会化作你投资组合里航运股的涨跌，大宗商品周期的轮动，甚至是你在超市里买到商品的最终定价。在这个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的大时代，看不懂地缘底牌，你的财富就只能随波逐流。如果你想在未来的宏观巨变中提前锁定红利，看清亚太博弈的真实走向，请立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提醒。你认为在绕开马六甲的这场基建竞赛中，未来10年哪个东南亚国家会成为最大的躺赢者？我们下期见。